嘿，咱都知道大众的引擎那叫一个皮实，简直就跟磐石似的。有些大众车啊，都跑了40万、50万，甚至上百万英里了，发动机都不用大修呢，这耐久性简直疯狂到不行。今儿咱就来好好盘点盘点，给大家说说10大寿命比车身还长的大众 VW 引擎，这里头的冠军之选保准能惊掉你的下巴。先来说说这第10名，现代传祺大众 2TSI 第3代 EA888 发动机。咱都知道，现在的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动力那叫一个强劲，可保养起来花钱也不少。但这 EA888 第3代就不一样了，大众专门针对它前代发动机的那些小毛病做了好多改进，用了更结实的正时链条，把机油循环系统也优化了，还配了个超级耐用的铸铁钢体。这发动机启动起来，加速嗖的一下就上去了，开着的时候还特别平顺。这么高科技的玩意儿，可靠性却好得惊人。它是一款涡轮增压4缸的发动机，好多车型都用它，像高尔夫 GTI、奥迪 A 飞，还有大众途观这些可常见了。功率输出呢，根据不同的车型还有调校，一般在170到288马力之间。它的加速性能特别强，动力传递也很平顺，还特别省油，这些优点那是出了名的。大众这次可算是做对了，他们从初代和2代发动机那里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工程师保留了带铸铁衬里的铝制钢体，把正时链条系统加强了，还优化了机油循环。结果就是这些发动机只要保养得好，正常跑个15万到20万英里完全没问题。更厉害的是，有些车主就只是按时换个机油，车子都跑了超过22.4万英里了，你能想象吗？一台涡轮增压发动机居然能没毛病的跑20万英里。全新的第3代 EA888 发动机价格大概在4400到6000美元，具体得看它的里程数还有车况。确实这价格可不便宜，但你想想，这些发动机就是能一直不停的跑。好多二手发动机本身都已经跑了6万到13万英里了，可离报废还早着呢。好多车主轻轻松松就超过15万英里了，一点不费劲。还有车主都跑超过22.4万英里了，而且还在继续跑呢。最夸张的是，咱说的可是现代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大众基本上把老款发动机的问题都给揪出来了，什么正时、链条、机油、流露，还有钢体强度这些方面全都给改进了。他们造出的这个发动机啊，那可真是耐用的不行。事实就摆在这里，技师喜欢它，因为好修，发烧友尊敬它，觉得它厉害，车主信任它，开着放心。它速度快还省油，就跟钢铁一样结实。说实在的，这不就是咱们想找的发动机吗？开起来感觉超棒，还跟老黄牛似的那么可靠。咱今儿个来说说排第9名的小巨人大众 1.4 TSI EA211 发动机哈。大伙儿平时都爱吐槽小排量发动机，觉得小型涡轮增压发动机不耐用，但大众这 1.4 TSI EA211 发动机可就打破了咱这老观念，它就是大众家那种低调但能力超强的4缸小发动机。它一点都不张扬，可效率高还节能，结构也简单，而且比咱好多人想的都耐用。像捷达、高尔夫还有奥迪 A 飞这些车型都用了它。这发动机的功率大概在147到158马力，具体得看调校咋样。虽说这功率不算特别惊艳，但关键是它特别耐用。它用的铝制钢体重量就轻了不少，而且就一条正时链条，活动的部件也少，涡轮增压器还能保持足够的冷却，不容易早期就出故障。大众造这发动机可不是为了去参加直线加速赛拿冠军啥的，就是为了满足咱日常开车的需求。在这方面它可做得相当不错，好多车主这发动机都开了10万到15万英里了，都不用进行啥大的维修。好多车跑了超过12.4万英里都还没考虑大修呢，只要保养得好，轻轻松松就能跑到15万英里以上，没啥毛病。比如说你买的时候车都跑了6万英里了，那预计至少还能再跑9万英里。不管是在城市里堵车，还是跑长途高速或者爬山路，这 1.4 发动机都能应付得来。涡轮增压器运转起来也很平顺，就是直喷系统用久了会产生积碳，不过每10万英里去快速清洗一次，就能让发动机一直健健康康的。修车师傅们也喜欢它，因为它不容易出些奇奇怪怪的毛病，正时链条不会拉长，喷油嘴也不像老款大众的那么容易出问题，涡轮增压器的耐用性也比咱想的要好。当然了，要是换个涡轮增压器大概得花4300美元，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大多数这种发动机都不用换涡轮增压器。你想啊，一台现代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能这么可靠，真挺让人印象深刻的。说实话，还真是让人觉得挺新鲜的。对。第8名，窄体战士大众 VR 6缸发动机。嘿，大众工程的奇妙之处可就体现在这儿了。大众 VR 6缸发动机那可是一款相当特殊的6缸发动机，它是以独特的设计闻名于世的。跟普通 V6 发动机有俩独立气缸组不一样， VR 6采用的是仅15度的窄角度设计。这么一来啊，所有的6个气缸都能安装在一个特别紧凑的空间里，
这好处可大了去了，它可以像4缸发动机那样来安装，一下子就把发动机舱内的空间给节省下来了。这发动机的功率范围大概在172到276马力，具体数值会根据不同的车型有所变化。它工作起来的时候能发出那种平顺又低沉的咆哮声，而且低扭强劲的很。像高尔夫 R32、帕萨特还有 Atlas 这些运动型的大众车型用它就特别合适。它能让你既享受到 V6 发动机的声浪和驾驶感觉，体积还更小。这发动机的铸铁钢体啊，那几乎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它采用了单正时链条，复杂度直接降低了一半。好多车主都反馈说，这发动机开个15万到20万英里以上都没啥重大问题，有些甚至都跑到22.4万英里了，都不用大修。要是你在它跑了8万英里的时候把它买下来，平时定期换油液和垫片，那它跑个超过14万英里基本上没啥毛病。我就问你啊，市面上有多少发动机能像6缸发动机那样发出轰鸣声，价格还低于2500美元，而且轻轻松松就能跑超过20万英里的？排名第7的终极幸存者，大众19 TDI BKC 和 BXE 发动机。多数开车的朋友可能就觉得发动机不过是引擎盖下面的一个部件而已，但对于好多人来讲，这19 TDI BKC 和 BXE 发动机那就跟自家人似的。为啥这么说呢？这发动机那可是以可靠性高、燃油效率好，还有使用寿命长而出名的。它们是4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在老款的大众捷达、高尔夫和帕萨特这些车型上很常见。别看它们个头可能不是特别大，动力可不含糊，能产生大约105马力，还有184磅英尺的扭矩呢。好多人就好奇了，这发动机咋就这么特别呢？其实它的设计挺简单的，有铸铁钢体，还有锻造曲轴，再加上能精确喷射燃油的单体喷油器，就这么一组合，造就了一台仿佛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不管跑多少英里，它都兢兢业业的。咱再来说说二手发动机的价格。在美国，二手 BKC 发动机的典型价格一般在640美元到1520美元之间， BXE 发动机呢，通常价格在900美元到1200美元之间，具体价格还要看发动机的里程数和实际状况。大多数二手发动机在卖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跑了8万到14万英里。不过啊，真正厉害的是他们后续还能跑的里程数，好多车主都碰到过这种情况。这些发动机跑个40万到60万英里都不用大修，有些发动机就靠原装的内部零件，甚至能跑到100万英里，平时就做些日常维护，加柴油就行。这可靠性不正是咱买车的时候都盼着能有的吗？有位出租车车主就说，他那车都跑了60万英里了，动力依旧强劲的很。还有另一位车主也说了，他每个月跑6000英里，发动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啊，对于那些开着已经跑了10万英里发动机的车主来说，再指望他跑个30万到50万英里，那感觉就跟正常事儿一样。这大众19 TDI BKC 和 BXE 发动机真不愧是终极幸存者呢。第6名，大众冠军 1.6 MPI。 咱说的这个大众 1.6 MPI 是一款特简单还可靠的4缸汽油发动机，像大众 Polo Vento 还有 Jetta 这些车型都经常用它。它采用的是多点燃油喷射技术。啥意思呢？就是燃油会分别喷到每个气缸里，这样就能更好的控制，让发动机性能更平顺。这发动机一般能输出102到110马力，那真的是把经典老式工程诠释的明明白白的。它采用多点喷射，钢体是坚固的铸铁材质，而且正时皮带价格便宜还容易换，每跑6万英里差不多9.6万公里换一次，费用大概200美元。好多车主开着这发动机的车，轻轻松松就跑了15万英里，约24万公里，然后还能突破20万英里，约32万公里。有些车甚至跑到了25万英里，约40万公里。平时就做些基本的保养就行，大家管它叫设置好就不用管的发动机，这说法一点毛病没有。它不会咋咋呼呼吸引眼球，每天早上都能顺顺当当启动，带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说实话，这可不就是咱大多数人对自己爱车的真正期望吗？当正时皮带和水泵需要换的时候，大概是在跑了6万到15万英里之间，零件加上人工费拢共也就300美元左右。之后只要按时换机油和火花塞，它就能一直好好运转。第5的发动机，现代经典大众2 TDI EA189， 这玩意儿可太牛了，它直接把大众的柴油发动机带进了现代时代。咱先说说这发动机的优点哈，它动力老强劲了，而且运行起来那叫一个清洁，同时还几乎保留了它传奇般的可靠性能。
这可是一款4缸的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在业内那是相当有名，靠的就是强劲的性能和超高的燃油效率。像大众捷达、帕萨特、高尔夫还有奥迪 A 这些热门车型，好多都用的这款发动机。它一般能输出140到170马力，具体能输出多少得看用的是哪个版本。再说说价格方面，EA189发动机一般售价在1000到2500美元之间，具体多少钱得看它跑了多少里程，车况咋样。用过的车主都反馈，这发动机跑个20万到40万英里没啥问题，好多车原厂状态下跑超过30万英里才需要进行大的维修。就比如说有辆车都跑了25万英里了，几乎没啥毛病，而且保养记录啥的都全乎，这发动机还经历过柴油门丑闻的考验呢，可人家一直稳稳当当运转，几乎就没出过啥问题。那时候新闻头条都在报道排放问题，可这些发动机该咋跑还咋跑，里程数蹭蹭往上涨，就是不出故障。所以啊，要是你在车跑到10万英里的时候把它买下来，预计还能再跑个20万到30万英里，总里程能接近40万英里呢。它把老式柴油发动机的机械强度和现代技术结合的特别好，运行起来又平顺又高效。虽说这发动机没啥花里胡哨稀奇古怪的地方，但好用就行了呗，谁会在意那些呢？它在低转速的时候就能输出236磅英尺的扭矩，再配上一套运转流畅的传动系统，用起来那叫一个舒服。咱用着现代科技产品，它就安安静静把活干得巴巴适适的，这多让人开心呐！排名第4的发动机，铁拳大众 1.9 TDI PD， 这可是一款在柴油车圈里响当当的4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特坚固，效率还贼高，好多柴油车迷都对它耳熟能详。这 PD 是啥意思呢？它代表的是 Pumpy Deuce， 也就是泵式双缸。这发动机采用的是单体喷射系统，能以超高的压力往里头喷射燃油，所以动力那是杠杠的，效率也特别高。大众家的高尔夫、捷达还有帕萨特这些经典车型都用过这款发动机，它能输出的马力在90到150之间，具体能有多少得看具体的版本。你随便去问个用过 PD 发动机的人，他们肯定都会夸它设计简单不复杂，结构特别结实，而且它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电子设备来干扰驾驶乐趣，开起来那叫一个爽。现在呢，二手的 PD 发动机价格大概就在1400美元上下，这性价比简直没谁了。大多数发动机只要进行基本的保养维护，跑个30万到40万英里轻轻松松。有些发动机牛得很，跑超过50万英里了，动力还是很强劲。你就要是车子开了10万英里的时候入手这么一台发动机，你心里就踏实，因为你知道它比整辆车都耐用。这种信心，那只有性能卓越的柴油发动机能给你。这也证明了小的柴油发动机同样能做到动力强劲、效率超高，还特别耐用。虽说 PD 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但那些感受过它扭矩爆发的老司机们，对那种感觉肯定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好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儿一样。第3名，新一代大众 2TDI EA288， 当排放法规就像个大威胁，把柴油车的美好梦想给搅和的七零八落的时候，大众果断出手推出了 EA288 发动机。这发动机啊，得足够清洁才能达到欧6标准，同时呢，还得保持大众柴油车一直以来那靠谱的劲儿，这听起来简直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大众2TDI EA288 是一款现代化、效率超高的4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像大众高尔夫、帕萨特、途观还有部分奥迪车型都用上了它。根据不同的版本，它的功率一般在148到190马力之间。它保留了铸铁钢体、锻造曲轴，还有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的基本结构。然后呢，又加上了 AdBlue 尿素喷射系统、颗粒过滤器和 CR 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就是为了让它保持清洁。这种搭配可太妙了，既留住了老式发动机那强劲的动力，又能满足现代汽车的各种需求。而且啊，它的扭矩那叫一个厉害，动力杠杠的，每次开车出去，这燃油经济性简直让人惊掉下巴。在实际使用中，好多用户都反馈，车都跑了20万公里，也就是30万英里了，就只需要换个机油和滤芯就行。有些车甚至都跑了超过35万英里，这就意味着啥呢？要是你在车跑了10万英里的时候把它买下来，那你就放心，它还能再跑20万英里，动力依旧十足。涡轮增压器一般能用15万英里左右，不过好多车主都说，在发动机的整个使用周期里根本不用换涡轮增压器。当然了，偶尔进行个 DPF 再生和 EGR 清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咱自己想想，为了能符合排放标准，还能有这么好的可靠性，这点事儿算啥呀？简直就是小意思。这款现代柴油发动机就证明了，进步不一定就得牺牲耐用性。要是你觉得这就已经够厉害的了，那就等着听听接下来要说的6缸版本。接下来咱说说这第2名，传奇的大众 1.9 TDI Elsh。
大众 1.9 TDI Elsh 那可是大众最受欢迎的柴油发动机之一，它以简洁、耐用和燃油效率高出名。它是一款4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主要用在2000年代初的大众捷达、高尔夫和新甲壳虫这些车型上。这款发动机能输出大概90马力，燃油经济性也是相当厉害。日常开车达到45英里每加仑的油耗，那都不是吹的，是很正常的水平。大多数车主的车都跑了30万到40万英里了，也没啥大问题。有些车甚至跑了超过60万英里，里面的零件都是原装的。这维护保养也特别简单，每6万英里换一次正时皮带，每1万英里换一次机油，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开车了。要是你买的车已经跑了10万英里，那实际上它还能再跑20万到30万英里。这款发动机把传统的机械强度和巧妙的工程设计结合的那叫一个好。涡轮增压器配了个简单的废气旁通阀系统，直喷系统用的是成熟的旋转泵，电子系统就负责控制一些基本的要点。这都不用我多说了。最终Elsh 发动机可不只是提升了大众汽车的性能，它简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柴油发动机的看法。它证明了燃油效率、扭矩和可靠性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它还助力开启了柴油发动机的黄金时代，而它的6缸兄弟车型那就更牛了。第一名，不朽的大众 1.8T 20V EA113 发动机。咱先说说这发动机可是大众汽车传奇的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之一呢，它可太牛了，直接帮助定义了大众运动车型的风格。在21世纪初那会，好多经典车型都用上它了，像高尔夫 GTI、捷达、帕萨特，还有奥迪 A 飞这些。这里面的鹅羚 V 代表每个气缸有5个气门，你可别小瞧这设计，它能大大提高气流和性能呢。这发动机的功率也挺厉害，在150到225马力之间。要是你现在想买一台优质的二手 1.8T 20V 发动机，价格大概在2000到3000美元。不过具体价格得看发动机的里程数和车况，大多数发动机的行驶里程在9万到13万英里之间，但好多车主都说他们的发动机跑了30万英里，而且日常基本保养都没费多大劲。有个特别的事儿，大众汽车还研究过一台跑了50万英里的发动机，就想弄明白为啥它这么耐用。这发动机还给初代大众 GTI 这些经典车型提供动力呢，早期的 TT 也用它，大概150马力，开起来呢性能体验自然又流畅，一点都不刻意。这不就是咱开车人想要的感觉吗？你开着它享受运动驾驶的时候，完全不用操心。而且它可不只是动力强，可靠性那也是杠杠的。这可靠性都体现在细节上，像锻造曲轴、坚固的铸铁钢体，还有永不失效的润滑系统。大众可没把时间浪费在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上，他们实实在在打造了一款能经久耐用、行驶里程数都数不清的发动机。也正因为这样，直到现在它在任何车库里都备受尊重。咱就问问，现在还有哪些发动机能担得起可靠这俩字儿？或者说大众是不是早在20年前就打造出了最好的发动机？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说，看看谁开着这款史上最坚不可摧的发动机跑了最多的里程。